完成一幅画，画中人诡异地对你笑，尸体下葬全被老鼠打洞拖走，会吃人的森林，让人毛骨悚然的别墅，吞噬人体的乳液，验尸房会动的死尸。在这部10月份刚播出的美剧《吉尔莫·德尔·托罗的奇思妙想》中，恐怖惊悚的故事完全没有重样的。出自《环太平洋》《血族》等影片的导演兼编剧，也被称作恐怖大师的吉尔莫操刀，给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刺激。今天我们来看这部新剧的第一个故事，36号拍卖品。窗外阳光明媚，适合出游，这位独居老人却将自己关在房里。他吃完盒饭，挪动肥胖的身体，颤巍巍走到垃圾桶扔垃圾，随后放下标着数字36的钥匙，穿上围裙开始剁肉。一只诡异的动物脑壳掉地上了，他弯腰去捡，岂料心脏病突发，当场去世。接着镜头一转，故事的男主阿普登场。阿普是从战场退下来的老兵，他没什么正经工作，欠了一堆债还不清，整天往拍卖会赶，妄图拍下失去主人的仓库，赌一赌有没有宝贝。拍卖场位于24小时长租仓库，老板艾迪正在做热场演讲。这次的拍卖品是36号仓库，那位患病去世的老人租了几十年，现在成了无主之物。在几十号人争抢出价后，最终阿普以绝对价格拿下。等签了合同交了钱，艾迪才和他说36号仓库的事儿。那位老人在1945年租了仓库，每天雷打不动背同一个包过来，然后在仓库里待1个半小时。更奇怪的是，他进出仓库都会在门前跳3跳，好像在进行什么仪式。阿普是个无神论者，认为老人的行为不足为奇。他只是好奇，老人几十年来每天往仓库放东西，小小的仓库为何能放得下呢？他拿到36号钥匙，赶紧去仓库翻宝贝。出门时遇到一个叫阿梅的老妇人，阿梅也在这里租了仓库，她是来付租金的。结果得知她的仓库因为欠租太久被卖了，艾迪让他去找阿普，是阿普买下了他的仓库，兴许里面还剩一点东西。其实阿梅只想找回亲人留下的一些照片和信件，这些东西都不值钱，但阿普一心想着挣钱。阿梅可以取回仓库的东西，拿$1000交换钥匙，不然只有以前被剪断的锁留给他了。阿梅月工资刚好1000，现在也拿不出来。他气愤掉进钱眼里没有善心的阿普，大声诅咒他下地狱。阿普对这句话完全免疫，马不停蹄前往36号。打开门，只见里面全是各种老旧家具，正好艾迪在隔壁修理漏水管道。阿普憋着一肚子火过去找茬，质问他为什么自己的仓库比这个空间小。艾迪好心解释，仓库没有按照统一规格建造，1940年建造的那一批更大，而且左右贯通相连，所以才会出现大小不一的情况。结果阿普还是把他臭骂一通，接着若无其事清理36号，在扔掉几车无用的垃圾后，阿普终于找到了宝贝。那是一件纯金烛台，烛台旁放着家庭相册，显示老人2战期间当过兵，还有一个叫朵蒂的妹妹。仓库里还有一件裱在相框里的毛发花环，以及一套品质上乘的桌椅，这3样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古董。阿普连忙搬上车拿去卖，殊不料车旁有人候着，讨债的人一锤砸烂车玻璃，还给阿普额头划了一刀，给他长长记性，明天要是交不出$12,000，受伤的可就不是额头了。阿普用艾迪的医疗箱简单处理伤口，顺便透露自己找到的宝贝。艾迪听出来都是好货，让他别去旧货行了，去道格拉斯大道的阿加莎店铺，那里的老姐是个识货的。阿普很快见到了阿加莎，对方和通灵有过接触，认出桌子是通灵桌，还打开了桌子暗格，里面放着3卷古老书籍，全都是1等1的稀罕玩意儿，而且毛发花环也不简单，是用人类的头发编成的。阿加莎对书了解不深，但她有个叫罗兰的朋友很感兴趣，于是罗兰被连夜喊来。他只是扫了一眼，认出通灵桌来自19世纪的奥地利，由白雪松和檀木经过特殊处理而成，可以用来召唤某种东西。桌子上有血红残留，说明曾经使用过。那些书比桌子更珍贵，3本加一起至少值$10,000。但最让人觊觎的是同系列的第4本书，其中记载了各种符号咒语，能够封印恶魔，将其困在人间。4本一起总值能翻到30万。然而第4本书用于封印后，会和所选定的咒语载体相连，等恶魔与召唤者完成交易，那本书就会自行焚毁，除非恶魔遭到背叛。
阿普听得毛骨悚然，但巨大的利益摆在面前，他又不信鬼神，决定今晚返回36号仓库找第4本书。罗兰也很心急，带上烛台与他同行。路上，罗兰透露了一个秘密，他认识36号仓库的前主人。那位老人一家以前是大富豪，2战前在欧洲靠钢铁致富，2战期间制造各种热武器，支持了不该支持的阵营，等战争结束又移民美国。但他们一家并不安分，老人本身嗜赌如命，闹得妻离子散。某日，老人混入通灵圈，为了召唤一个恶魔做交易，他将自己的妹妹献祭了，让妹妹当恶魔暂居的容器。这位妹妹正是朵蒂。阿普对这桩丑闻感到厌烦，他没空听罗兰讲故事，只想尽快找到第4本书。罗兰进入仓库时，手里拿着烛台，原来这东西熔铸方式特别，在遇到第4本书时能形成防护罩。两人在仓库翻找了很久，忽然发现一面墙好像是空的，移开遮挡物，看到墙上有一扇锁上的门，门后是个秘密通道，里面还飘来一股恶臭。阿普给恶心坏了，罗兰却丝毫不受影响，因为密道里封印着他念念不忘的恶魔。罗兰嘱咐阿普不要乱说话、乱动东西，也不要与恶魔直视，恶魔会诱导出人性的贪欲。阿普本来还当回事儿，穿越走廊时没碰墙上的耶稣像。他们在密道最深处看到了朵蒂，那位可怜的妹妹已经成了一副皮囊，和恶魔一起被钉在魔法阵中，头发粘在地板上。恶魔触手正在干瘪的体内蠕动，罗兰与阿普看得一清二楚，两人的欲望顿时被引诱出来。阿普看到旁边摆放着第4本书，立刻踏过魔法阵去拿，结果破坏了阵法，恶魔突破封印，重临人间，无数触手从朵蒂体内伸出，罗兰被当场吞噬。第4本书在阿普手中自行焚毁，恶魔的交易达成了。阿普后悔不迭，连忙撒丫子往出口跑，没想到大门被阿梅关上了。阿梅痛恨阿普，她不顾阿普的求助，将被剪开的断锁挂在门外，一言不发，消失在夜色里。阿普失去了逃生路径，还想找地方躲起来，但被欲望驱使的他没能善终，最后还是被恶魔吞入腹中，随着整个仓库陷入黑暗。36号拍卖品的故事到此结束。这个小故事算不上多么惊悚，只有最后恶魔出来时比较吓人，但整个故事的剧本相当精彩，有很多承前启后的细节。比如老人在家里剁肉，看似是平平无奇水时长的镜头，但在恶魔出现时就有了解释。老人每天去仓库带着包，离开后包就空了，包里应该是装了肉，10年的肉末在仓库堆成肉山，只能是被喂给了恶魔。老人害怕恶魔降临人间，10年投喂的量都不足以让交易完成，岂料在他去世后，这项交易误打误撞被罗兰促成了。再比如阿梅的情节，一开始觉得很啰嗦，直到最后一刻他堵死了阿普的逃生大门，观众会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就叫环环相扣，善恶终有报。最后有些宝子们免不了对吉尔莫·德尔·托罗的奇思妙想这个剧名感兴趣，你们对吉尔莫可能耳生，但环太平洋、血族等影片应该听说过吧？吉尔莫兼任编剧和导演哦，他还做过化妆师、制片人、配音以及行业内的其他职位，说句全能型选手也不为过。这次他跟另外几位导演合作，用电视剧的形式去讲述恐怖小故事，每集都是新鲜内容，每个故事的拍摄和结构设计也能跟恐怖电影媲美。宝子们喜欢的话可以去看原片，顺便给个3连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喽。